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财商训练营的第22课，提高你的6大财商。我们前节课给大家讲了第一财商、第二财商跟第三财商，预算你的财商的第3个诀窍，叫我的资产偿还我的负债。就这一课，如果你能学会，你才会真真正正的进入富人圈。做个考试，今天你手上有80万的现金，80万现金肯定属于你的资产啦。你现在想买一辆汽车，你会怎么做呢？我相信所有没有学过财商的人都会直接把这80万的现金拿到车行，直接去买辆汽车。如果你买了辆汽车，资产0，负债汽车1辆，这就是普通人。那你知道学过财商的人会怎么做吗？在此，周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再来开启一下你们的财商。有一天，罗伯特清崎正在带着自己的爱人进旅游，突然接了一通电话，是他的汽车经纪人给他打来的电话。清崎呀，你想要的那台汽车现在在我这里。清崎一听，马上就坐飞机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就去到 4S 店，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保时捷的一辆汽车当年是限量款，全球巡展就那么几辆然后其中一辆就在现场。当清崎上到车上，打开发动机，感受到发动机的轰鸣声，摸着这个皮质的这个座椅的那个味道他太有感觉了。清崎说，汽车就是我最大的资产，我只要坐在这样的汽车里，我就有灵感，我就兴奋清崎的很多书籍都是在车上写的。清崎很多时候要投资，对吧？要找灵感就在车上他特别喜欢汽车。那请问，当他在车上感受到哇，这就是我想要的，太棒了，我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然后他下车了，你们猜猜他去干嘛了？有人说肯定去付钱了，肯定去买单了。当他下车以后，就跟他的那个汽车经纪人说，这辆车我要了。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然后这个他的老婆和那个卖他汽车的那个销售人员都说了同样一句话，行，那你接下来是要该去找房产了吗？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们说行，接下来你要去买房产了吗？清崎说是的，带着自己的老婆走了。然后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各种各样的中介，找各种各样的信息，去找到一处非常便宜的低于市场价的房产，然后通过银行贷款，然后付首付，然后买房产，房子租出去，租金大于月供，还有钱流进口袋，然后卖钱的那个差价刚好够付那个汽车的那个首期款。然后那个房子的每个月的租金收入刚好够付那台车的每个月的贷款，还有整个车的所有开销，然后他就把那台车买回家了。我不知道你们听完这个故事什么感觉？我听到这个故事就用2个字来形容：震撼，太震撼了，你知道吗？清崎说，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想赚钱，我们要想用钱生钱，我们要想把我们的钱变成资产，一定要敢于用杠杆，而杠杆就是负债。负债有2种，一种叫做不良负债，一种叫做良性负债。我们很多人借款去做资金盘，我们很多人借款去消费，这叫不良负债。而他永远用良性负债的力量做杠杆。我们接下来会讲最核心的第4财商我们先把这放这儿。然后那讲到这儿以后，你们都应该知道啦，对不对？如果一个没有财商的人，他的资产表会变成什么样的呢？会从80万的现金资产直接变成0，买辆宝马汽车，结束了。那请问有财商的人会怎么做呢？他会拿着80万，想方设法去购买一个资产，然后这个资产带来的收入刚好购买这台汽车的时候，他才会买这台汽车。所以他的资产表是这样的：有80万现金，学了财商以后先不花，想方设法把这80万变成一个生意或者变成一个资产，然后这个资产带来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又带来80万的现金，然后他再去买辆汽车。你看80万怎么办呢？报名导师班，26万8，或者报个福布斯49万，然后跟周老师学完以后，用剩下的钱去创业。
然后这80万保住了，还赚了更多的钱，赚到80万以后再去买一辆宝马汽车。你看到没有？又是导师班，又是福布斯，还有80万的资产，还有辆汽车，这就是有财商的人。在座各位，我有一个学生，他以前呢是这个做生意的，赚了很多钱，报了福布斯，结果他就开始做投资，做了云联会，然后钱全亏完了，人也被抓了，房子车子全被冻结，全被没收，啥也没有。住了5年牢以后，他自己想，我还混啥呀？我啥也没有。我曾经我也是百万富翁啊，我现在啥也没有，我不活了。我突然想起来，不对呀，我还报了个福布斯啊，我是福布斯啊。马上联系周老师来上课，来到周老师的会场，周老师亲自帮他做咨询，亲自给他设计好项目，教他空手套白狼做合规合法的生意，就通过我们的平台做销售、做销讲，用周老师线上1亿粉丝的能量，用了不到2年时间，他再次变成千万富翁。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他每一次喝醉酒都说那一句话：幸好当时报了福布斯，钱留住了，要不然真的要流落街头。所以在座的各位，你告诉我，报福布斯是资产还是负债？妥妥的资产，嘎嘎的资产，你知道吗？你还犹豫什么呢？赶快报名，找福老师报名福布斯啊！然后这个诀窍4，通过消费和债务让自己变得更富有。刚才我那个故事已经把这个概念引出来了，你们把它写下来。债务有2种，良性债务和不良债务。良性债务可以让你变富有别人会分期为你偿还你的贷款，而不良债务会让你变得更穷，因为你自己辛苦赚来的主动收入去还负债。妈呀，这是最笨最蠢的方法。所以第3财商，预算你的钱也是用百分比来衡量，可以用进入你资产栏的百分比来去衡量你的第3财商。你分配给你资产栏的收入比例越高，你的第3财商就越高。朋友们来，这就是有财商跟没财商的区别啊。来，第4财商，撬起金钱的杠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在财富的世界里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富人不举债。在座各位，举债不要害怕，没有一个富人不举债。罗伯特清崎曾经跟特朗普写过一本书，叫《教你赚大钱》。书中里面特朗普说，我曾经负债9亿美金，我被限制低消费，我一天只能消费3块钱美金，我不能住宾馆，我不能开车，我不能坐飞机，怎么啦？我今天不耽误我继续成为100亿富豪啊！那一次负债不但没有把我打倒，反而让我变得更有钱。我以前最高身价也就20多个亿，结果那次让我负债9个亿，但是今天我是100亿富豪。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必须要用杠杆，只是你要能够驾驭得住这个杠杆，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你的第4财商，利用杠杆的能量，就可以让别人为你工作，别人的钱为你工作。特别是当1971年金钱规则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债务杠杆变得越来越重要杠杆一定要学会控制1971年，为什么说金钱的规则发生改变了呢？就是因为美国取消了金本位，全世界所有的钱从那一刻起都已经变成了举债，变成了负债它已经没有真实的那个货币价值了。所以如果说你把钱存银行，变成了最大的输家，你从银行贷款用银行的钱才变成了最大的赢家。你们知道为什么罗伯特清崎先生最喜欢房地产投资吗？他的老婆金在他写第30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0年前，他的太太已经拥有5000多处房产，每一年的房租，那个房产为他们带来的被动收入，每一年是上百万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各位，还不说房地产卖了的价值，对不对？升值的价值，就是他为什么喜欢清崎，为什么那么喜欢买房产？你们猜一猜为什么？因为房地产是5大资产里面用杠杆用的最多的，而且是天生自带杠杆的，而且是最安全的杠杆。在座各位，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能不能听懂比如说我们付2成就可以买一个房产，
对不对？1000万的房产，我只需要付200万，银行借给我800万，你告诉我这个杠杆比例还不高吗？有人说，老师，按照等额等息算法，我欠银行100万，还30年，我要多还将近78万，相当于我还了银行100万的本金，还还了那70万的利息。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老师，我要不要把我的那个贷款提前还了呀？这就没有财商。你为什么没有算货币的时间价值呢？对不对？你总是算了，你欠了银行100万，还了银行175万，多还了银行将近70、80万的现金，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把人家银行的这100多万用了整整30年，这30年你拿着100万做点其他投资，做点其他生意，那不知道赚回来多少个几百万、几千万了，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还在乎那70多万呢？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房地产杠杆是清奇最喜欢用的杠杆，而且是最安全的杠杆啊。他最讨厌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炒外汇，比如说你炒股票，比如说你炒黄金，比如说你炒币，你这个时候加杠杆，我的个苍天，太危险了。房地产再跌，它都还是房。只要它涨上来，就像当年08年金融危机，南山半岛城邦的房500万买过来，对吧？这个200万首付，然后欠银行300万，结果到最后这个房子跌到剩200多万，我还欠银行300万，很多业主说房子我不要了，因为他确实拥有一份工作，他也断供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企业家在我手上买了47套南山半岛城邦的房，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是资产呀，房子再跌还是房啊。总有一天它会涨上来的呀。结果今天南山半岛的城邦的房子，他们那一套从当年的200多万涨到了一套将近1500多万，对不对？你再跌，我只要不卖，它就还会涨上来，它就是我的资产。但是股票不一样啊，股票如果你没加杠杆可以，但是如果你加了杠杆，不好意思，一跌啪嚓爆仓了，你瞬间就得跳楼，你瞬间变零。所以用杠杆你要搞清楚，房地产杠杆可以用，信用卡。这也是一种杠杆，只要你有好项目，对不对？你也可以用啊。但是周老师真的不建议你们炒股票、炒黄金、炒外汇、炒比特币用杠杆，因为那种杠杆一般人驾驭不了啊，它容易爆仓。不要相信我设止损没有用啊，一个跌下来你挂卖盘卖都卖不掉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3种类型的投资者：一，仅问资本利得而投资的投资者。资本利得是什么？赚差价，对不对？我炒房子啊。低买高卖啊！很多人说，老师，我买这个房子取决于我能不能赚钱，就在于我什么时候卖。罗伯特清崎告诉我们说 ，no， 一笔投资是赚还是赔，取决于你的买点，而不是你的卖点。在你买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你这笔投资是赚是赔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个思维啊？比如说，深圳的房子，你买的时候是5万块，不用说你一定赚，你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买的时候是35万，你告诉我，你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你亏了。所以在买之前一定要给自己做详细的市场分析，你一定要从外部投资者变成内部投资者，对吧？想做房地产投资，去中介里面卧底卧个3个月半年，做中介，你不就懂了吗？啥都明白了吗？或者派一个小弟去卧底个3年5年的，对不对啊？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知道富人是怎么工作的吗？富人就是派自己最信任的人去房地产公司，派自己最信任的人去金融公司，派自己最信任的人去那个所谓的交易所上班，所以他永远得到第一手资讯啊。